大嫂救了个男人，可却是个日本鬼子。因为他当时穿着八路军装，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英雄。英雄啊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大嫂给他包扎伤口，可这家伙竟然还嫌疼。在女孩的帮助下，他拿过了一旁的白酒，可是仅仅一口，他就呛得不住的咳嗽。咳嗽又扯动了伤口，瞬间就让他痛苦不已。当晨曦射进窗户，石桥也缓缓醒来，穿上大嫂准备的棉袄，他缓步走向门口，低下身子，他小心关巧，然后扶着门框走了出来。屋子外面静谧安详，温暖的阳光让人倍感舒适。大嫂见状，赶紧放下了衣服。英雄啊，你咋起来了？石桥担心暴露身份，所以就装成了哑巴。但即便他如此鞠躬，大嫂也没有反应。小乡村消息闭塞，他们还不知道鬼子的习惯。小姑娘带来了拐杖，然后拉着石桥出了门。村子里节奏很慢，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，只不过看到石桥的时候，都会打个招呼，聊表敬意。村庄安静祥和，与凶险的战场成为对比，如此这般舒适，不禁让他有些留恋。他坐在田埂之上，看着女孩在地上画画，神游之间，他想起了自己刚过门的妻子。要不是这该死的侵略战争，他此时应与妻子琴瑟和鸣。女孩见他落泪，便赶忙上前安慰，可就这小手无意的抓挠，却仿佛扣开了所有的委屈。为了感谢英雄，村民们大摆筵宴。他听不懂中国话，但也能看得出来那些感谢的目光。炙热的白酒入口，呛得他十分难受。仅仅一晚之后，他就变得有些迷离。两个傻子前来敬酒，他在迷醉的状态下照单全收。听着村长的戏文，他也颇为享受。一杯杯烈酒入口，他彻底陷入了迷离。或许是要发泄心中的仇怨，他也跟着百姓跳了起来。可是他舞姿诡谲，在人群中显得另类。他跳的是啥舞？挺好看。村民们纷纷议论，似乎是看出来一些不对。大嫂和他相处的时间最长，也只觉得他的点头哈腰有点稀奇。经常去县城的村民仿佛想起了什么，似乎只有日本人才经常鞠躬示意。这话可不能瞎说呀！那真要是日本子，那是杀人的不眨眼。村长否决了大火，因为他看着不像，反而像是杀鬼子杀多了，被鬼上了身。英雄的事就是百姓的事。为了驱灾避难，村里请来了法师，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对着四周不断招呼，然后目光锁定，死死地盯着石桥。或许是担心神仙显灵自己暴露，他对着法师左右躲闪，显得害怕至极。就在法师跌落之际，日军闯进了村子，百姓赶忙跑向后山，石桥也被傻子背走。鬼子进村之后，就开始了大肆掠夺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所有农情家畜。在山洞里躲了2天，村民们才敢回家。可刚跨进院子，大嫂就流下了眼泪。看着杂乱的院子，石桥百味杂陈。只有当你身处被害者的环境中时，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么禽兽。大嫂落下了热泪，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如此这般生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石桥拴好公羊，开始收拾院子，带着一脸的悲切，替自己的同胞赎罪。对战争的厌恶也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。半夜有人敲响房门，正是大嫂的男人。可就在他看到石桥的瞬间，他竟然直接暴走。